欢迎探索维多利亚生活，嘿嘿，别被我声音吓到咯。我现在在台中产业文化创意园区啊，其实我今天只是来走走的，结果我好像不小心误闯了 cosplay 的场。你看我后面全部都是 coser， 还有摄影师。看过我之前影片的人可能知道，我以前也当过一阵 coser， 不过那个是很久之前的事情。虽然这么说，不过毕竟身体里面的 coser 魂还是被唤起。既然都来了，我来逛一下现在 coser 场跟我以前到底差在哪边。在我大学跟研究所的时候啊，这边是没有开放，这里原本是台东酒厂，更早之前是日本时代的帝国酒厂，反正这边就是酿酒的啦。有看过我之前那支拉拉波的影片，那个时候不是有介绍拉拉波是前身是帝国制糖厂嘛，就在这附近。这附近之前一整片都是以前日本时代的一些机构这样子，大概都经营一些以前只有政府可以专卖的东西。后来整理过后就对外开放，像我后面的这边，这个是日式的建筑。如果你想要拍一些日式和服或者是这些相关的角色啊，这边通常都是个蛮热门的点。我以前也在这里拍过。好啦，今天算是瞎打误撞，对，闯进了这个 cos 场，不过蛮开心的，勾起了我以前很多愉快的回忆。相信一定有人问我，维多利亚，你之前为什么会想要玩 cosplay？ 简单来说就是我希望可以维持在你们镜头前这个样子，然后又可以有一个光明正大可以展现自己的场合。cosplay 是一个非常符合我需求的活动，所以我之前所有 cos 的角色全部都是女生的角色。那虽然当时很多照片啊，包括我当时一些觉得非常漂亮、非常满意的照片，现在看起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。不过这段时光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，是一段很愉快的回忆。那段时间啊，我不止增进了很多我的化妆的技术，然后包含像做道具啊、服装的微调啊这些手工的技能，在那个时候都得到蛮大的进步。不过因为 cosplay 真的是太花钱、太花时间了，而且每次出完角色都会非常的累。我出社会工作之后啊，就没有再玩了，很长一段时间了吧。我也不确定多久了，应该10年、10几年应该有了吧。或许到这里又有人问说，你之后会不会想要回来玩啊？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吧。因为我目前没有什么喜欢的角色。如果未来有我喜欢的角色的话，然后我又刚好有空，或许我会考虑啊。不过那个也只是或许而已，未来的那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，所以在那天到来之前呢，我还是乖乖的当个路人观赏就好了。这个就是比较受欢迎的 coser 会被尾拍，我以前也有被尾拍过几次。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好汉不提当年。有时候会有那种出团，什么叫出团？就像我后面这个，一群认识的朋友，然后约好出同一个作品里面的不同角色，可能从3个、4个、5个，甚至我看过10几、20个都有。那如果这一团刚好又有几个看起来特别漂亮的呢，通常都会成为那只场次中的人气王，就会被尾拍。像这种 coser 拍照啊，大概有分成2种形式。一种就是像我今天看到的这种在场次拍照，这种状况的拍照通常都是热闹，然后认亲找朋友这样子，就热热闹闹，大家开开心心这样。不过这种场合下，通常拍出来的照片品质就比较没有办法保证，弧光啊、角度啊、表情啊，这些都比较不好控制，所以通常场次拍出来的照片呢，你要找到你自己满意的会比较困难。那另外一种就是私拍，私拍就是 coser 跟摄影师约好，然后另外找时间去特定的场所，然后拍特定的造型、特定的角色这样子。那因为这种状况下，各种干扰因素都会被降到最低，所以通常私拍拍出来的照片品质会好很多。有时候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摄影师啊，在拍照的时候就会指导 coser 怎么摆 pose， 怎么样摆角度。让 coser 拍起来更漂亮。像我现在后面的这一组呢，这个摄影师应该就是有经验的，他在指导 coser 怎么样去摆适合的 pose。关于 pose 的部分是不能随便乱摆的。cosplay 每一个角色它都是有原著的，那原著的话，每一个角色它都是会有它的个性，有它的型号，有它的招牌动作之类等等啊。cosplay 其实非常讲究一点，就是要还原角色。所谓还原角色是不止它的造型，还有它的个性。他的价值观，然后他的各种行为等等啊。我以前还在玩 cosplay 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大家会蛮重视你有没有确实的还原角色，所以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去改动角色的造型。在我那个时候，通常是会被踏伐的。不过
就我所知啊，现在的风气好像对于这种微调的这种风气好像接受度比较高了。我目前观察到是这样子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现在还在玩 cos 的年轻朋友们对这方面有一些经验或看法？如果有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跟我指教一下。对，我毕竟是老头子了，我很久没进 cos 圈了，我的资讯或许有点过时啊。如果说有人知道的话，欢迎跟我说 ，OK？ 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来 cosplay 场逛的话，基本上这些 coser 都是很乐意被拍的啦。对，不过请记得一定要有礼貌哦。如果你非常喜欢一个角色或是一群团出的角色，你想要拍照的话，请记得先问一下说，可不可以拍照？不要很冒冒失失的什么都没讲，然后就上去狂拍。对，除非有一种状况是那个 coser 本身是已经被围起来围拍的状态，那你可以凑上去跟着团拍，这样子是 OK 的。但是这个状况也要记得，请不要用那种太奇怪的角度，看起来像是想要拍人家穿帮照的样子去拍。这个非常重要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很多 coser 啊，他们会有一些道具嘛，那是角色在作品里面的一些道具，像是什么武器啊，一些其他的东西拿在手上的这些道具呢，请不要乱碰 ，OK？ 这些都是花他们非常多的心血做出来的，你不小心把人家弄坏的话，这其实对他蛮失礼的啊。大家不要看这些 coser 看起来光鲜亮丽很漂亮，其实他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准备，包含道具啊、服装啊。这些都要花很多的心力还有钱。那再来的话 ，cos 服其实非常的热。现在因为还有冷气团，现在冬天还没过啦，所以稍微好一点。在台湾啊，只要过了冬天，你穿 cos 服其实很多都超级无敌热，那个脱下来汗都是用滴的。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是 cos 属于那种古装或者是造型比较华丽的，像台湾还有比较特殊的布袋戏角色，你 cos 一整天下来，脱下来那个衣服啊，可能都是湿的。你不泼水都不错了。差不多到了要散场的时间了，不过还好，身为路人呢，我觉得我的行动算轻便很多啊。在场次中呢，你本身不是 coser， 然后也不是摄影师，你只是来凑热闹的。通常在圈内会被叫成路人，我今天就是路人的角色。像 coser 要测的时候啊，因为他们的道具、装备、服装都很多嘛。大包小包的，甚至你看，像我后面这一组 coser 的，他们还扛了行李箱。扛行李箱是非常常见的。像我以前玩的时候啊，我大部分都是出古装类的角色，那古装就是服装多、饰品多、道具多。我扛的行李通常都很多啊。还好，因为我今天是路人，所以我就是两手空空，对，带了个包包就来了。今天这个场次算是比较小的场次，人没那么多啦。所以散场还算蛮快的。像有时候一些在台北的一些大场次啊，那个人真的是很可怕。散场的时候，那个捷运站啊、公车站全部都挤满满，那个才叫真的 combo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看我更多影片。最后呢，如果有朋友想要看我从事 cosplay 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区留言想看。如果留言的人够多的话，或许我会考虑付出哦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